那些高耸入云的山峰，真的是凭人的力量可以攀登上去的吗？我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我想去攀登瑞士的马特洪峰。这座山高达4478米，陡峭的山体浑然天成，像一把利刃直冲云霄。它看起来很适合被作为美景欣赏，而不是攀登。但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个热爱登山的人，那看到它的第一眼一定刻骨铭心。往后退，往后退，然后看到这边，哇，这么大吗？然后鸡皮疙瘩起来了。哦，为什么这么激动？我要采访你一下。马特洪峰太酷了！我给你把你跟他合影。那时候的我在想，未来的某一天，我是不是也有可能去看看山顶上的风景呢？3、2、1，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一个来自湖北小县城的少年是如何一步一步站在马特洪峰山顶的。对我来讲，攀登马特洪峰需要3个东西：资金、体能和决心。首先最现实的问题就是钱。瑞士远在欧洲，相隔10万8千里，仅仅是机票都需要花费不少钱。同时马特洪峰作为阿尔卑斯地区最后一座被攀登的高山，就是因为它的难度给登山者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无数先驱们在挑战它的时候不幸殒命。这不是一座买了机票空着手就能上的山，我需要大量的训练和技术攀登知识，而这需要的钱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好在我拥有这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前，已经做了7年的视频博主，在网络上也小有名气。这时候刚好 Insa360 的朋友们跟我讲，他们每年都会做一些特别的项目，去支持人们实现梦想。他们问我 Links 你有什么想挑战的吗？我说我有一座山想爬，但这需要很久的时间，我不确定能不能爬上去。他们说没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试试。我们的 slogan 就是 Think Bold， 大胆想象，所以他们很愿意支持我的梦想，并为我提供了拍摄设备和资金，所以反而筹集资金是最简单和顺利的事。但有了钱，也仅仅是能把我送到山下，上山的路还得自己完成。登顶的路线可以分为2大段，从2500米海拔的缆车站到3200米的山小屋是普通徒步路线，一般2个多小时就能完成。这即使是对一个不怎么锻炼的人来说也不会太困难。但当你抵达山小屋，再抬头往上看，到了，今天爬上了790的海拔，3286，所以从这儿算上去还有1200的爬升了。这最后一段高度差1200米的路线，就是阻挡人们抵达山顶的天堑。We just suited up, have all our warm layers on, got our crampons on, ready to give this last push a go. 而我为了能够跨越这段天堑，花费了9个月的时间。对普通人来讲，想要攀登一座有挑战的雪山，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假如你想攀登珠峰，最好提前几年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体能训练，还要爬过7500米级的雪山，最后还要在大本营拉练1个月起。最后的登顶其实仅只需要几天的时间。而我在9个月之前刚好在为另一座山的攀登做体能训练，新疆的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它还有另一个称号，珠峰的试金石。如果能成功登顶它，就相当于半只脚跨入了攀登珠峰的大门。那个时候的我开始了每周至少1到2次的体能训练，每次跑步1小时或者10公里。好在我在此之前就会经常去登一些小山，也偶尔会做6公里的跑步训练，所以10公里的距离咬咬牙也能坚持下来。跑到王子博物馆的这个圈来了，油精王子。但其实难的不是一次10公里，而是一直到正式攀登前都不能松懈。这就是对我来说最痛苦的地方。我的生活太不规律了，经常外出拍摄和出国，经常要熬夜拍星空极光，会去到很多非常寒冷的地方。我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训练。但其实当人有了明确的目标后，你会发现这些都不算什么。刚报完名不久，12月份我们就要出发去新疆阿勒泰拍雪，那里晚上的温度可以到-39度，即使是白天也有-32度，这比我之前去过的芬兰还要冷得多。但我仍然穿着羽绒服和厚厚的羊毛袜，在-32度的白哈巴村继续训练。7、1，好，
好了 ，OK， 我觉得现在热身差不多了，可以开始跑了。在热完身后，只要不停下来，身体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热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蒸发出的汗液凝结成晶。哇，现在进入到树林里面之后，明显感到吸进来气凉得太多了。这一跑就是7个月的时间，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在空气稀薄的西藏。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在西藏的林芝，这边的海拔呢是3500多米，我现在已经跑步了1个小时了。手表测出我的最大摄氧量也从39一路飙升到47。我还在5月份的时候专门安排了一次攀登5588米海拔纳玛峰的工作，这让我的体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海拔太高了，扬起点手，太好看了。一切看似顺利，但变故往往就会在这种时候发生。就在我以为可以按时在6月份攀登木峰的时候，我被通知说今年登山许可迟迟没有发放，等了1、2周也还是没有结果，所以再等下去也不一定能顺利拿到许可。再加上组织活动的阿佐也因为刚刚攀登完北美最高峰麦金利旧伤复发，不得不退出攀登队伍去休养身体。小螃蟹觉得这一切都不太吉利，很认真地跟我谈了一次，问我能不能换一座山爬。更重要的是5月份攀登纳玛峰让我感觉到自己不是很习惯商业攀登。商业攀登就是指那种会有背夫帮你背行李，会有人给你做饭，会有人提前扎好营地的这种攀登方式。面前摆满了吃的，我都不知道怎么下嘴了，太多了。这当然也很好，但我总是有点心虚，感觉不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登到山顶的。因为从我一开始接触到的登山，就是自己背行李，自己泡速食米饭，自己扎营，凭着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站到山顶。有的只是独自身处大自然的寂静。自主攀登就像是一次次和大自然的亲密对话，也是对自己综合能力的试炼。哎，他的大包真是不一样，我现在整个人都在雪里头。而这样的攀登被称之为阿尔卑斯式攀登，它考验的是以尽可能快速的方式干净利落的攀登技术性高山。而马特洪峰就是阿尔卑斯式攀登的发源地。如果木峰去不了了的话，我能不能在今年就去爬马特洪峰？我从没想过这一天来得这么快。2年前在马特洪山下种下的那颗种子终于破土而出，所以我临时更改了目标，转战瑞士马特洪峰。因为预留给登山的时间最极限只到7月底，所以做完决定只剩下最后4周的时间。但这个决定不仅仅是改变爬的山这么简单。原本的穆什塔格是一座馒头型的山峰，所以最考验的是体能和对海拔的适应能力。而马特洪峰是一座技术型山峰，它不仅仅需要强健的下肢力量，更需要能够在1天之内攀爬往返近乎垂直的2400米海拔纯技术路线的能力。然而我在这之前几乎完全没有接触过野外攀岩，于是我给我的好朋友阿楚打去了电话，问他我有没有可能在7月份内登上马特洪峰。阿楚是一位国内顶尖的登山运动员，年纪轻轻就完成了幺妹峰的攀登，更是在我制作这个视频之前登顶的贡嘎。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爬过马特洪，他跟我说，我觉得你没问题，只要你跟得上我的训练计划。阿楚说，马特洪峰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难，只需要熟练掌握攀岩基本功，有足够的上肢耐力，适应好海拔，就很有可能登顶。于是我飞去了成都，他很温柔的给我制定了一套魔鬼训练计划。见到楚教练的第一天，我们在岩馆，这个漫长的训练计划，我刚刚听了你讲的车，我已经觉得这搞完成了，我就已经不是我了。我们一步慢慢来嘛，对吧？训练分3个阶段，首先是在6盘水进行户外攀岩训练，掌握正确攀岩的方法，习惯户外的真实岩壁，同时锻炼上肢肌肉耐力。于是第2天一大早，我和阿楚就坐上了前往6盘水的高铁。嘿嘿，装备已准备好啊，头盔已经露在外面了。哇，真的这个有点吓人的嘞！看看我背后，我们要爬这样的岩壁，加油加油加油！就这样在岩场里摸爬滚打了5天。好的，上脚。哎，加油！学习攀岩的感觉真的很奇妙。那些看起来垂直的岩壁，对过去的我来说是未开放的灰色区域，无法接近。但当我学习了这项技能，岩壁上的迷雾也逐渐消散，
我可以看到前进的路线，这样的地方是手点，那里可以是脚点，沉住气就可以一步一步爬向终点。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想，攀岩需要承受的心理压力是不是很大？万一手滑了，是不是就掉下去了？其实完全不会，我一直都在通过顶绳保护来练习，绳子的另一边就连接在搭档的手上。但是华生，你可能已经发现了盲点，真正攀登马特洪峰的时候，是不可能有一根绳子一直从山顶垂下来，能一直保护着我往上爬的。因此，阿楚带我在六盘水训练的最终目的是让我拥有能够先锋攀爬的能力，也就是先在几乎无保护的情况下往上爬，在途中建立保护站，然后越过保护站，爬到更高的地方，再建立下一个保护站。只有拥有了这样的能力，才有可能攀登马特洪峰这样的技术性山峰。但这种情况下，万一手滑了，就会这样。冲！超过保护站部分的距离至少乘以2，是这种情况下会冲坠的距离。这条5.9先锋了2次又失败了，腿上划了一道口子，还好穿的这裤子，要不然我就血肉模糊的更厉害了。胳膊也划破了，手指也划破了，但好在我有最好的老师们，在他们3的帮助下，我在离开六盘水的最后一天，成功完成了一条5.9难度的先锋路线。所以目前攀岩阶段的训练是结束了。对，攀岩阶段我们大概结束了。去马特洪能行吗？我觉得你已经能先锋5.9了，已经够了。虽然阿楚说我现在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攀岩能力，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因为马特洪峰的要求是，能否在环境多变的高海拔情况下，还能保持超过8个小时的连续攀爬。所以接下来是训练的第2阶段。你是高山上的一抹红啊！阿楚要求我在1周以内连续攀登3座超过5000米海拔的初级技术型山峰。因为我们现在是3级，不会很难，我们就短绳结组。先是要在第1天之内完成巴郎山的攀登，这是一座纯岩石山峰，有着比马特洪峰更难的技术要求，海拔也要高出600多米。这是我第一次在高海拔的环境下攀岩。在5000米的海拔下，即使只是走路都让我上气不接下气，更何况还要做出攀岩动作。乖乖啊，这个不好爬哟。来，往那边走。没有那么容易。这个真的没那么容易。我爬得非常狼狈，裤子也破了大洞。但也正是因为这次积攒的经验，让我在后面2座山上的状态越来越好。攀登完巴郎山，回到四姑娘山镇休息一晚。今天的这个强度呢，也不算很大，就是感觉你确实需要提升的就是你的攀爬的时候的这种行进速度，就是我们在线路上的这个速度啊。因为其实我们要爬马特洪，其实直接就是上线路了，就是要我们要提升速度，就是要在线路上的速度啊。那一个是体能的支撑，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你对这个地形的熟悉，所以我们可能明天上山还是会继续爬这样的地形。哇，真的好累呀！我没有想到会花这么长时间，这鞋子也不太合适嘛，又很热，我脚也磨起泡，就这我已经其实比较疲劳了。但是明天我们还要进山去四姑娘山3峰，现在外面在下着雷暴雨，然后我就问阿楚，他说就是要训练到你破防崩溃，突破你身体的这个极限之后，你的身体重组，你才会变得更强。我想他自己也经历过很多次吧。我们第2天继续进山，在3峰大本营过夜一晚，凌晨起床冲顶。恭喜3峰登顶！谢谢阿楚，漂亮。然后马不停蹄的下山。哇，亲娘嘞！我们刚从这儿下来的，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训练的环境哦。哇，昨天上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水，这个降雨搞得我的鞋早就湿了，我已经不在乎了。我们只在成都休息了1天，就继续出发前往最后一座山乌库楚。去年的4月份，我和另外2个朋友花了3天时间一起尝试攀登过一次，但最终因为天气太差以失败告终。而这次阿楚给我的目标是当天往返，而也就是这次才真正让我意识到为什么乌库楚是一座技术型山峰。7月初的川西雨下个不停，开车前往大本营的路上，小溪都变得陌生。我们现在是7月12号早上的凌晨，完了，好大一条河。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半夜2点开始了攀登。重回故地，让我深刻地意识到，我已经不再是去年那个弱小的自己了。C1到了，
看起来不像有人住在这里面。看一看啊，看一下几点了？现在我们一共花了2个半小时，我们一共走了5公里，海拔是5033，累计爬升688米，用时2小时35分钟。哇哦，这跟我上次比，我快了1倍呀！我天，那还是挺快的，感觉怎么样，状态？什么叫速攀啊？这叫速攀啊，对吧？去年技术路段被厚厚的大雪盖住，我们直接走了过去。而在雨季，技术路段完全展现了出来。我们进入到乌库楚的冰川地带，雨水和雾气仿佛把我们带进了星际穿越里的那个冰冻星球。哇，好漂亮啊！现在完全不一样的风景。慢点，慢一点。马上到顶了，恭喜！一点都不兴奋啊，你们？我都快哭了。真的吗？已经哭完了，真的。我有点不信呢。真的，我已经哭完了。站在5526米高的山顶，我才意识到，身体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原来我已经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畅通呼吸。我知道，我已经完成蜕变。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徒手攀岩的主角 Alex Honnold 说的那句话。很多人觉得他徒手攀岩太不可思议，但事实上，他只是通过更高强度的训练，把徒手攀岩容纳进了他那不断扩大的舒适圈。最后，为了进一步扩大我的舒适圈，我们进入最终阶段，飞往法国霞慕尼，真正去攀登一次阿尔卑斯山的技术路线，也好和最终的搭档们培养默契。今天我的命就靠你们了。难是大的肯定就靠你们了。所以请了刘俊甫和502作为我们俩的先锋，我也将在考斯米克这条路线上检验自己的训练成果，和最终拿来拍摄马特洪峰的 Insta360相机套装。这太屌了！你下面完全是悬崖啊！是 ，Oh my god！ 这一段开玩笑要我的命！哎，这一看有脚点的。考斯米克是最典型的阿诗路线，冰岩混合，甚至还有这样看似光板的岩壁。不论是技巧上，还是低头往下看的心理上，都更接近马特洪峰的情况，还会锻炼到下山的技巧。先下去啊！因为马特洪峰的岩壁角度过于垂直，所以有很多地方必须使用绳索进行垂直下降。巧的是，7月刚好是法国奥运会开始的前夕，也就是在前几天，奥运圣火在考斯米克上被传递。因为这里是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精神的发源地。体验拉满哦！当我以为一切训练都顺利，胜券在握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因为我和小螃蟹先一天抵达霞慕尼，顺便去了趟意大利，去那个冰川太空舱住了一晚。下山的途中，因为水喝完了，不得不喝了冰川融水。因为我先天肠胃很弱，所以被不知名的病菌击倒了。哇，太解渴了！天哪，太惨了，拉肚子了，整个人都很虚。蒙脱石散吃了一包又一包，也不见效果。3天后，不得不求医拿到胃药，才最终从虚脱中恢复过来。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回到视频开头的山小屋，再抬头，我好像已经有能力跨越这道高达1200米的天堑了。然后现在刚刚好，有点这个金光哦，变成了。现在山里全是云雾缭绕，你觉得你担心吗？好好休息是最重要的。其实越是爬山的时候，整个人越是要平静比较好嘛，不要太激动，也不要太悲观，也不要太恐惧，去完成它就好。毕竟我们已经为此做出了很多很多的练习了。我们应该是唯一的中国团队了，只有我们4个中国人。真的很难想象会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爬山。世界就是这么奇妙，就是要大胆的去想象自己的可能性。登顶的前一天，我们就住在这个小屋里。She's good，
这是我住过最好的山屋，看看马特洪的小屋里面，条件非常好，被子软软香香的。我躺在床上回顾自己来时的路，想起了我第一次登雪山的场景。那时我每走一步都很害怕，怕自己掉下去。在山顶露营的一整晚都在担心自己该怎么下去，还做了个噩梦，梦到自己掉到山下。我还是不确定我明天是否可以登顶，但那已经不重要了。我坚持了几个月的刻苦训练，从未有一刻松懈。我克服恐惧，凭借努力站在一座又一座山顶。我跟中国最好的登山运动员一起训练，一起并肩作战。很多时候你设定了一个目标，可能最后没有实现，但是这一路走来，你已经收获颇丰。预备，哦，耶！谢谢502。我们出发了，现在用的是这个夜景模式。前面大家会看到有好多小点儿。第一步是这个菲拉达，它就是一个一个的上。大家没有看到后面就是月亮。抓的钢筋。天色越来越亮了，大家看，整个天空都蓝了。哇，这一直都是爬岩石的，真漂亮。Say hello。嗨。大家都出了好多汗。对。啊，也太热了，我天。有氧运动。这每一段都需要先锋先上去，把绳子稍微绕一下，做个保护，后面再上。我们就一路沿着山脊往上爬。当你真正爬到这个山体上的时候，你会发现马特洪不见了，只有岩壁，无尽的岩壁。现在有月光陪伴着我们。你能慢慢这样离线过来啊，这个。好，这个夜景模式可以啊。我们走到山体上就认不出来马特洪了。天亮了，终于可以切成Go3S拍摄第一视角了。有时候就要踩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台阶，上脚，再上脚，你就上来了。到哪儿了，宁斯？现在到这个小屋了，现在海拔是4000米，然后我们还有478米的海拔，差不多爬了2/3了。出发到现在差不多2个半小时，还是很快的哦。和你想象中的相比，你觉得这条线路怎么样？目前为止，比我想象中的要更温柔一些。其实我觉得人的心态会产生变化的。很久之前呢，这是一个让你恐惧的目标，但是当你不断的去训练，不断的去扩大自己的舒适圈，反而就是你全身心的在享受这个攀登，很开心。能在这样的地方吃早饭也是一种享受。你们要走了吗，宁斯？刚睡完了。Yeah, stay in the ridge. 好嘞。抓住了！山顶可能离我们还有几十米吧。哇！这是雪岩吗？还是？让我想起来塞尔达。意味着什么？
我要上了。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在决定要爬这个山的时候，你有想过你有可能登顶吗？它不是不可能的，只要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就可以实现。对。哇！你有没有想过，人类为什么要攀登？乔治·马洛里说，因为山就在那里。而现在，我想告诉你我的答案，因为登山的时候，我的灵魂是自由的。克服肉体的极限，抵达灵魂的自由。所以这讲的是一个小镇少年如何筹措资金站到马特洪峰面前，如何做好身体和心理的准备站在山顶的故事。回想起来有很多个时间节点，比如我第一次登山，第一次登雪山，第一次看到马特洪峰，在山下许下诺言。也许命运的齿轮从我第一次登山的时候就开始转动了，不，也许更早，一切或许从我第一次按下快门的时候，一切就开始了。回过头来看，筹措资金看似是最简单的一步，但这其实是最难的。我花了很久的时间走到马特洪峰面前，正如同我花了很多年走到你们的面前。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心中的马特洪峰，从你看到它的那一刻起，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然而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可以站在山顶，直到你开始一步一步地走上去。